曾经，燕窝是中国中产阶级餐桌上的常客，是馈赠亲友的高档礼品，更是彰显生活品质的一种象征。然而，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场里，燕窝专柜前的顾客明显减少。曾经一掷千金购买整套燕窝礼盒的中产阶级们，现在却在为一盒小小的即食燕窝举棋不定。这一现象并非个例。据某知名连锁商超的销售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燕窝类产品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35%， 而且这种下降趋势还在持续。被视为滋补圣品的燕窝，如今却沦为了许多中产阶级眼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。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的急剧变化，以及中产阶级日益艰难的生存处境。作为燕窝第一股的燕之屋，其2024年中期财报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。表面上看，燕之屋上半年营收 10.59 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36%， 似乎还算光鲜。但细究之下，却是一片惨淡。线下渠道收入 4.19 亿元，同比下降 1.64%。曾经熙熙攘攘的燕窝专卖店，如今冷清的令人心惊。尽管电商渠道收入增长 21.89%， 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。最触目惊心的是，净利润仅为6005万元，同比暴跌 44.07%。一位燕窝行业内部人士透露，现在的情况比数字看起来还要糟糕。很多经销商已经开始退货了，有的甚至直接关门大吉。面对市场寒冬，燕之屋选择了一条烧钱换市场的道路。2024年上半年，其销售及经销费用高达 3.65 亿元，同比增长 38.45%， 比去年同期多烧掉了超过1亿元。更令人啧舌的是，燕之屋的代言人阵容堪比顶级娱乐公司，从刘嘉玲、林志玲到赵丽颖、金晨，再到如今的巩俐和王一博。然而，这些光环闪耀的明星们似乎也无法挽救燕窝市场的颓势。一位曾在某知名燕窝品牌担任高管的人士无奈地表示，我们花大价钱请明星代言，但销量却一直上不去。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，他们不再轻易被明星效应所打动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代言费花了，销量没上去，品牌却快要撑不住了。燕窝为何会从滋补圣品沦为智商税？答案或许就藏在它的成分里。某3甲医院的营养科主任医生指出，燕窝确实含有一些营养物质，如水溶性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唾液酸等。但是，当我们将其与普通食物相比时，燕窝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。蛋白质质量不如鸡蛋，碳水化合物普通大米就能提供，唾液酸猪皮、牛奶中含量更高。说白了，营养科主任医生直言不讳，花几千块买一盒燕窝，还不如买几斤牛肉实在。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家庭连牛奶都开始舍不得买了，还谈什么燕窝？燕窝行业的发展历程堪称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缩影。90年代末，燕窝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，彼时一盒燕窝就能成为送礼的不二之选，价格更是水涨船高。然而2011年的毒血燕事件如同晴天霹雳，将整个行业推入深渊。据国燕委数据显示，2012年全国燕窝行业销售规模从2011年的65亿元断崖式下滑至22亿元，跌幅高达 66%。一位曾经的燕窝经销商回忆道，那时候整个行业都疯了，有人跳楼的，有人跑路的，更多的人是欠了一屁股债。我认识的人里有好几个就是在那时候破产的。为了自救，燕之屋等品牌开发出了晚宴等即食产品。然而，这种看似创新的做法，却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。
2018年，一项震惊业界的检测结果公布，多个知名品牌的即食燕窝，97%以上是糖水及增稠剂，几乎毫无营养价值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燕之屋等品牌的回应简直是对消费者智商的侮辱。他们声称这种配比是合理的，是为了保证口感。一位愤怒的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控诉：“我省吃俭用买的燕窝，结果就是在喝糖水，这和诈骗有什么区别？”让我们来算一笔账：燕之屋旗舰店10碗108克的晚宴，打折后售价近2000元，每碗干燕窝含量仅为3.1克，平均下来每克燕窝的价格超过60元。而同样在燕之屋旗舰店售卖的3星印尼干燕窝，50克售价1500元，平均每克燕窝价格约为30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消费者在购买即食燕窝时，正在为糖水和包装支付双倍的价格。一位行业内人士无奈地说：“现在的燕窝市场，与其说是在卖燕窝，不如说是在卖包装、卖营销。真正的燕窝早就被层层包装和添加剂掩盖了。但是谁还敢说真话呢？说了真话，这个行业就真的完蛋了。以前过年给父母买盒燕窝是必备项目，现在连考虑都不敢考虑了。35岁的张磊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者，之前他也是燕窝的忠实消费者。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重新考虑每一笔开支，房贷每月1.5万，孩子幼儿园4000，还有车贷、信用卡，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就没了。张磊苦笑道：“别说燕窝了，连牛奶都开始买便宜的了。”张磊的遭遇并非个例。据某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，超过70%的中产家庭表示，他们在过去1年里显著减少了非必需品的开支。45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的储蓄在不断减少。有25%的人甚至表示，他们已经开始动用积蓄来维持日常生活。一位社会学家指出，中产阶级的消费降级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，更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。燕窝从必备品变成奢望，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。面对市场萎缩，各大燕窝品牌却似乎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营销战争。小仙炖请来了章子怡、陈数和王俊凯，巧出则找来了 Angelababy。一时间，燕窝广告铺天盖地，从电视到网络，无处不在。然而，这种看似热闹的营销狂欢，却难掩市场的寒意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消费者太精明了。一位燕窝品牌的市场总监无奈地表示，他们会货比三家，会查配料表，甚至会自己计算性价比。明星代言已经不管用了。的确，在社交媒体上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质疑燕窝的价值。一盒燕窝等于半个月的伙食费，我疯了才会买。与其吃燕窝，不如多吃点水果蔬菜，效果说不定还更好。所谓的滋补功效，有科学依据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不就是智商税吗？2022年4月，证监会向燕之屋发出的57连问，无疑是给整个燕窝行业当头一棒。燕窝是否真的具有宣传中所说的营养价值？公司是否涉嫌虚假宣传？是否通过过度营销来支撑业绩？这些尖锐的问题不仅戳穿了燕窝行业的美丽泡沫，也让无数消费者开始反思，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？一位资深财经记者指出，燕窝行业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诚信问题。当一个行业靠夸大宣传、过度营销来维持的时候，它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。现在这个时间点似乎已经到来了。燕窝产业的沉浮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故事，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。在这个中产阶级日益艰难、消费不断降级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观念
和生活方式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与其花几千块买一盒可能是糖水的燕窝，不如好好吃饭，锻炼身体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